从红利曼到赫尔松，俄军需要痛下决心才能重获战场主动，时不我待。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全少。近日，俄罗斯军队在面临被包围的情况下，成功的从乌克兰东部交通重镇红利曼撤出。这是普京签署以乌克兰4州并入俄罗斯条约仅1天之后。车臣强人卡德罗夫在电报上批评了俄罗斯统帅部的指挥出现严重失误，并呼吁使用低当量核武器。俄军的这次撤离与之前从伊久姆和整个哈尔科夫州撤军一样，留下了大量重型装备。乌克兰军队恢复了一辆状态良好的 T90A 主战坦克，甚至包括极为机密的通信终端。俄军在红利曼的局面一度看上去非常被动，要么坚守待援，避免哈尔科夫式的大撤退，要么及时撤退，维持宝贵的成建制的老兵部队，在相对稳定的北顿涅茨克、卢比日内建立稳定防线。后来的情况可以看出，俄军似乎要坚守又力有不足，在投入全部预备队的情况下，仍然面临被包围的状况，不得不撤出。同样的迷思还出现在赫尔松，俄军在后勤补给线严重匮乏的情况下，仍然在第聂伯河以西坚守作战。但是在这个区域进行长期的消耗战，对俄军不利。这几天，乌军又兵分两路，在赫尔松展开前行攻势，有可能再度出现伊久姆和红利曼类似的局面。俄军部队只好从突出部快速撤离。在扎波罗热的战况目前也不明确。该地区的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乌军在这里也集结了一支装甲力量，准备发动进攻。而俄军也因此向这个方向增派了海军旅等兵力。但是对该方向的进攻有可能是乌军的障眼法。在巴赫姆特，俄军的主力是瓦格纳雇佣兵，他们似乎还在保持攻势，但是从整个战局的角度来看，伊久姆都丢了，继续进攻乌军的堡垒区还有必要吗？俄罗斯空天军也在这个方向不断的增加对地面进攻的支持，从某种角度看，有点浪费资源，在一个已经不太重要的地方大举进攻，看起来很好，但是远不如在此处转入防守，抽出兵力增援北线或南线来得更加实在。在尼古拉耶夫，俄军前几天还在保持攻势，但是很明显他们没有动力将乌军的防线打穿，也就不大可能继续进攻奥德萨。在北线比较危机的情况下，俄军似乎有必要继续完成一项很难完成的任务呢。总体来看，我们对俄军在战场上的指挥和兵力分配的布局非常难以理解。战争应该以最终夺取胜利为目的，而不是为了政治正确。有一些观点值得我们拿出来探讨。首先，俄军一定要避免添油式的征兵，将没有经过训练的俄军预备役快速投入战场，或者将没有较大战斗力的预备队送去救火，只会越打越被动。目前最新的消息显示，俄军在战场上几乎已经没有预备队可用了。有的预备役士兵刚刚被征召3天就送上了前线，而他们连最基本的药包和睡袋都配不上。第二，俄军需要在一个对乌军更不利的地区展开作战，从而达成稳定战线和消耗乌军的有利局面。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在第聂伯河西部继续鏖战相当不划算，这样做会大量消耗有经验的老兵，对未来的战局也非常不利。第三，俄军是否需要制定长期摧毁乌克兰战争潜力的战略，包括对基础设施的打击。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不瓦解乌克兰的战争潜力，恐怕难以让泽连斯基政府走上谈判桌。慈不掌兵，缩手缩脚，只会让战争时间拉得更长。乌军有经验的作战力量也会随着战争的推延而越来越多，甚至让西方
树立更加坚定支持乌克兰的信念。当然，这需要俄军将大量精确制造武器用于打击基础设施和乌军的后勤补给，这可能是非常必要的。第四，俄军要尽快提升一线作战部队的主观能动性，保持灵活的战术，才能打得有声有色。俄军目前的表现非常呆板，几乎就是依赖强大的火炮优势以乌军对轰，但是一旦后勤补给跟不上，炮弹不足，马上就会陷入被动。如何让前线部队有权打出一些灵活的战术，避免出现几乎所有战线都死守的情况，恐怕这是俄军需要痛下决心改变的。总体来看，俄乌战场的局势不会因为4周入俄公投而改变，这恐怕需要俄罗斯进行更大规模的战争动员，也要更科学地使用好其资源。最近，乌克兰就承认已经没有办法有效地摧毁俄军的弹药库，这就是俄军战术进步的表现。俄乌冲突不可能短时间内结束，俄军是否能够通过总结战场上的经验教训，加强学习，从而最终达成其战略目标呢？这一点值得我们继续关注。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